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師。現在呢，我們正在學習的是 HSK 6級考前輔導系列課程。那這個課程呢，可以幫助大家全面的去準備和複習 HSK 6級考試，從而獲得更高的成績。那我們按照聽力、閱讀和書寫3個部分進行講解。那我們現在正在講解的就是閱讀部分。那在前邊呢，老師已經介紹了在閱读部分有什麼樣的題目，我們需要注意什麼。同時呢，我們也介紹了閱讀的第一部分的一些最基本的方法，還有就是我們也進行了一點小小的練習我們也提出了在6級的閱讀的第一部分就是找病句这樣的句子裡面呢，這樣的問題裡邊呢，最重要的是你要學會分析句子結構，你要能夠掌握詞彙的最基本的用法還有它的這個固定搭配呀，還有它的這個意思呀等等這樣的內容你需要去掌握。只有掌握這些內容，你才能夠把這個題目做对。那麼從這節課開始呢，我們就從句子結構開始去一一的進行分析。首先呢，我們要先學習的就是最基本的句子結構。那同學們看到這個基本結構的時候，主語、動詞、賓語，那會覺得可能是比較簡單的，因為這個句子的順序和結構跟英語是一樣的。但是呢，實際上我們同學們在真正讀到句子的時候呢，會發現其實沒有那麼簡單我們現在呢要去看一下。那我們在看到這個句子結構的時候呢，我們首先看到句子的時候呢，我們要先在這個句子當中找出來哪一個是主語，哪一個是動詞，哪一個是賓語。那麼往往在這樣的句子當中，有可能會出現什麼錯誤呢？比如說主語是不對的特別是如果這個句子非常長那麼這個時候第一個主語是對的，那第二個主語有的時候可能是不对的。或者是動詞沒有動詞，或者是呢動詞用錯了等等。那還有這個賓語也是一樣的，就是它的賓語需要一個名詞，但是呢它可能不是一個名詞等等，就是這3個部分都有可能會出錯誤。但是因為這個句子比較長，同學們如果不知道它是一個主語，或者不知道它是一個動詞的話呢，就有可能發現不了這個錯誤。所以呢，我們在這裡要提醒大家，在看句子的時候，你先要去找一找哪一個是主語，哪一個是動詞，哪一個是賓語。那這樣的話呢，你才會更容易去分析這3個放在一起到底對不對。那然後你才能夠判斷出來哪一個是有問題的。老師這樣說呢，可能你會覺得我還是不明白，我還是不清楚怎麼去做。那現在我們一個一個的去看句子，然後在句子裡邊分析一下。那還是一樣的，老師呢在這些句子裡邊標出了有可能有錯誤的這些紅色的點點紅色的點老師已經標紅了，那這些都是有容易出錯的。那我們一起來認真的看一看到底是不是有錯誤的。首先我們来看第一个 A， 以海洋資源為依托的海洋產業具有廣闊的市場前景。那這樣的一個句子，同學們讀到的時候，我相信你應該能夠分析出來這個句子的主要意思是什麼呢？這個句子的主要意思是海洋產業有前景海洋產業有前景这是這個句子的海洋產業有前景，這是這個句子的最基本的結構。那我們看到這個結構的時候，發現呢它是沒有問題的這個句子是沒有問題的，海洋產業有前景，沒有問題。那麼我們看一看什麼樣的海洋產業呢？以海洋資源為依托的海洋產業，以什麼什麼為依托，這個句子也沒有問題那廣闊的市場前景有問題嗎？也沒有，所以 A 是沒有問題的。那我們就會用這樣的形式來去分析它。那這個句子沒有問題，所以同學們可能還感覺不到
那我們現在繼續看一看 B， 多年來京郊旅遊一直在北京旅游業中占有重要地位。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句子的主谓宾分別是什麼呢？同學們可以看一下，多年來它是一個時間，京郊旅游占有重要地位。京郊旅游在北京旅游業中占有重要地位啊。那這個方面占什麼什麼地位，這個是沒有問題的啊。那同學們其實呢，在這裡也要記住它，什麼什麼在什麼什麼中占有重要地位，這個句子是沒有問題的。那你其實也是可以用的啊。這是我們的這個句子。那主語京郊旅游，動詞占有，賓語重要地位，句子沒有問題。好，那在這裡呢，我們可以看到，在北京旅遊業中啊，就是說北京的旅遊業是很大的一個方面，在裡邊有很多小的方面。那京郊旅游在這些當中呢，它的地位非常重要，我們說它占有重要地位，這個句子沒有問題。第三個句子，那種拔苗助長式的教育方式必會造成對孩子身體和心靈的雙重傷害。那這個句子，同學們在讀的時候也是需要去分析一下，什麼是誰做什麼誰做什麼這樣的一個句子。那首先呢，這個句子裡邊教育方式，那種教育方式造成傷害，是這個句子的最基本的結構。那種教育方式造成傷害，造成什麼樣的傷害呢？造成对孩子身體和心靈的雙重傷害，造成兩個方面的傷害。那這個造成傷害沒有問題，對孩子的傷害沒有問題那種什麼什麼式的教育方式沒有問題，所以這個句子也是沒有問題的。那 A、B、C 沒有問題，可能 D 是有問題的。那我們看一看 D， 如果真的有問題，它的問題在哪兒呢？我們是不是能夠用這種方法找出來它錯在哪兒了呢？看這一個，他的見解獨到而深刻，常應邀到許多高校發表演講，深受學生歡迎。好，那這裡問題來了，因為我們的這個句子呢，它是不是像這樣的只有一個句子？它在這裡呢，其實有好幾個句子，好幾個小句子。那我們看一看，這個是1、2、3，有3個小句子，所以我們要看一看那我們同學們要注意一下，在漢語裡邊有的時候呢，一個很長的句子裡邊有幾個小的句子。那這幾個小的句子呢，通常來說，它們的主語要是一樣的。如果主語是一樣的，它後邊是可以省略的。那如果主語不一樣，那每一個小句子都要寫主語這是我們的一個規定和一個語法的原則。那在這個句子裡邊，我們看一看他的見解怎麼樣呢？主語他的見解，他的看法獨到而深刻，這是形容詞，這個句子沒有問題。那 B 這裡呢，它沒有主語了，那說明主語還是他的見解。他的見解常應邀到許多高校發表演講，那這個就不對了因為應邀到高校發表演講只能是人，而不能是他的見解，对不对？還有這裡深受學生歡迎，這裡也沒有主語，沒有 subject， 誰呀？這裡主語還是他的見解深受學生歡迎那他的見解受學生歡迎可以
他深受歡迎也可以，其實是他深受學生歡迎會更好一些。那麼這個句子當然就是錯的啊。我們來看一下這个句子。我们在漢語裡邊呢會有這樣的一些句子，那這個句子很長，是一個句子，但這個一個句子裡邊有3個小句子。那這3個小句子啊，它用的是一樣的主語，一樣的 subject。如果是這樣的話呢，後面就沒有了。但是這個句子如果是用它的見解做主語的話，後面的句子就不對了。所以呢，這個句子有問題。我們如果要寫正確句子的話呢，要寫他常應邀到許多高校演講，深受學生歡迎。那這裡必須要寫他，所以如果你不寫他的話呢，主語就應該是他的見解常應邀，那這就是不對的。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分析 subject verb object， 為什麼要分析這個句子結構，我們為什麼要把最主要的東西給拿出來，是因為有的時候在一個句子裡邊啊，它的主語啊後邊不寫的話，主語就是前邊那個。那如果是前邊那個，這個你很容易看得清楚，但是後邊如果你沒有把這個主語放在這兒的話，你又容易發現不了它的問題。所以在這裡要提醒大家注意，如果你看到了這樣非常長的句子分成幾個小句子，你一定要注意第2個小句子、第3個小句子它的 subject， 它的主語到底是什麼，對不對？這是我們在HSK 6級閱讀第1部分裡邊常常出現的一個問題，請大家一定要注意。好，所以這個句子是錯誤的。那如果要改的話呢，如果要改成正確的，就應該這麼說。我相信同學們現在應該已經明白了，我們為什麼讓大家分析這個，對不對？所以這個句子主問題出現在這裡，主語是錯的啊，因為他的見解不能應邀，他可以應邀，就是別人邀請他，對不對？好，那這是我們的第1個練習。現在呢，我們繼續看，這裡也有一個句子，那同學們來分析一下這個句子對不對？那如果不對，錯在哪裡？首先我們一起來讀，他是個很有魅力的人，我每次看到他的時候都保持着他那獨特的微笑。同學們看一看，然後想一想，然後你想一想，誰做什麼？誰做什麼？那在這裡，這也是2個句子，對不對？2個句子。那你要去想第1個，誰呀？他做什麼？做呢是，他是什麼呀？他是有魅力的人，這個句子沒有問題。那第2個句子的話，主語是什麼？動詞是什麼？賓語是什麼？你要把它找出來。誰做什麼？大家想一想，到底對不對呢？好，那在第2個句子裡邊呢，同學們有可能覺得我是句子的主語，對不對？但是其實你看，我每次看到他的時候，我看到他的時候，然後呢，都保持着他那獨特的微笑。動詞是保持，這個是微笑，保持着微笑，但是是他獨特的微笑。如果主語是我能保持他的微笑嗎？不行，對不對？我不能保持他的微笑，這個句子所以是錯誤的。那正確的答案應該是什麼呢？我每次看到他的時候，他都保持着他那獨特的微笑。
所以這個句子裡邊相當於沒有一個對的主語，沒有一個對的 subject。同學們現在有沒有很清楚這個句子的問題在哪裡呢？那你在做這個題目的時候一定要小心一點兒，到底是誰保持着獨特的微笑呢？那因為這裡有他那獨特的微笑，所以應該是他保持他那獨特的微笑啊，所以不是我啊。那如果你這裡沒有他的話，就應該是我，那這個句子就是錯誤的了。好，同學們，你明白了嗎？然後我們繼續看，在這裡呢也是 A、B、C、D 4個句子，那這4個句子裡邊一定是有一個是錯誤的。現在呢，首先老師帶着大家一起來把這4個句子都讀一遍。那我們認真的讀一遍。那讀完了以後呢，希望同學們能夠先想一想哪一個句子有問題，那然後老師再來告訴大家答案是什麼。那同學們要注意，讀的過程当中，你要去想誰做什麼啊？你要把这個主要的結構拿出來，去分析一下這個主要的結構，對不對？首先我們看第一個。生活有時讓我們傷痕累累，但到後來，那些受傷的地方往往會變成我們最強壯的。第二個 B， 巴中地處四川、陝西、湖北、重慶4省市接壤地帶。森林覆蓋率達56%，自然生態良好。C， 現有超過1/4的現代藥物是由熱帶雨林植物所提煉的，所以熱帶雨林也被稱為世界上最大的藥房。第4個，生活中很多東西是相对的，是好是壞，關鍵看你用什麼樣的標準來衡量，或以什麼樣的心態來面對。好，這4個句子，那同學們現在可以想一想，哪一個是正確的，哪一個是錯誤的。好，現在給大家一點點時間，大家先想一想。好的，那我相信同學們現在已經有答案了，對不對？那我們現在呢，一起來看一下第一個句子。第一個句子，生活有時讓我們傷痕累累，那這個句子沒有問題。生活讓我們怎麼樣？沒有問題。後來那些受傷的地方，那些地方呢，會變成什麼呢？會變成我們最強壯的。這個句子就有問題了。那些地方會變成什麼？那我們最強壯的這個的後邊沒有詞了，那這個就不對了，它不是一個正確的詞啊。這個句子因為變成什麼，你一定要在變成的後邊加一個名詞。那我們最強壯的不是一個名詞，它後邊少一個東西，對不對？所以這個句子是有問題的。那麼我們來看一下正確答案呢，應該是那些受傷的地方往往會變成我們最強壯的部分。比如說我的胳膊受傷了，它最後變成了我最強壯的部分
而不能說变成了最强壮的，这個不對啊，後邊一定要有一個名詞啊。這個是我們的答案啊，這個答案應該要選擇 A。那我們現在呢，再來看一下 B、C、D。有同學說，老師，既然我們已經選擇出 A 了，為什麼還要看 B、C、D 呢？在這裡我再一次提醒同學們， B、C、D 雖然都是正確的，但是你還是要去認真的讀，認真的去看一看，因為你在做這個題目的時候，最重要的是要有語感。那怎麼去培養語感呢？就要從正確的句子裡邊學習。你要學習什麼是對的句子，你要學習有哪些詞、哪些句子要怎麼說，還有就是你要多去讀一讀，培養你的語感。這樣的話呢，你下一次做題目的時候，你讀一讀就能夠感覺出來這個句子好像有點奇怪啊。這是培養語感的方法，就是你要去讀對的句子。那我們現在看一看這個 B 哈，巴中地處什麼什麼什麼接壤地帶，這個地處是非常有用的一個詞。如果你要去介紹在中國或在世界的一個地方在哪兒呢？你會說這個地方地處哪裡，或者是說位於哪裡啊？比如說四川位於中國西南部，那這樣的句子你要去學會地處和位於這兩個詞的最基本的用法是什麼？考試的時候有可能是會考到的。然後森林覆蓋率達56%，這個達或者是高達、多達等等，這個詞你也得會。然後自然生態良好，就是自然生態很好的意思。那這個句子就更難了。C 這個句子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說呢，现代藥物是由什麼什麼所提煉成的，是由什麼樣的植物所提煉成的，由什麼什麼所什麼什麼的。這個句子這個結構也是非常常見的一個結構，在這樣的考試裡邊經常會出現，你一定要小心。我現在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足球隊，一個足球队是由11名足球運動員所組成的。一個足球隊是由11名足球運動員所組成的。那有很多同學說，老師我不明白所，但是呢你一定要記住，但有了這個所以後呢，它其實就是一個強調，一個 emphasize 它把這個句子變得非常的正式，非常的書面，而且它強調是多少人是什麼所做的那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句子結構，請同學們一定要記住。那這裡呢，熱帶雨林被稱為什麼？這個什麼被稱為什麼，也是在這個找病句呢這個題目裡邊特別常見、特別容易出錯的這樣的一個句子。什麼被稱為什麼那我們後邊呢一定會再遇到這樣的題目就是這個一定要記住，就是大家呢說熱帶雨林是世界上最大的藥房那我們就会說热带雨林被稱為世界上最大的藥房。那這種說法請同學們一定要記住，下一次有可能這個句子就會变成錯的句子，你一定要小心一點。然後最後一個我們也是有2個非常重要的點要學習。第一個是好是壞，關鍵看你用什麼樣的標準來衡量，用什麼樣的標準來衡量，用標準衡量很重要。還有就是以什麼樣的心態來面對，以什麼什麼的心態面對，那這2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這2個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同学們呢，你一定要把它给记住，一定要把它给记住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这是我們的這個題目。所以實際上，雖然我們只做了一個題，雖然我們找出了有一個句子是錯誤的，但是實際上另外3個句子是對的。對在哪裡也對你來說也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記住，要去學習它。那現在呢，我們來看一下錯誤的句子是：受傷的地方往往會變成我們最強壯的部分，後邊一定要有一個部分，後邊一定要是一個名詞，變成什麼呢？變成最強壯的部分。那在這裡也有一個句子，它也是有這樣的錯誤，就是這個 object 這個賓語有問題，它不是一個名詞或者名詞的詞組noun phrase 這個不是所以這個才是。那我們來看這個句子，他說呢，有些植物的花朵因吸收金屬元素而改變顏色，這也能成為找到地下礦藏。成為什麼呢？他說這個前面這個句子就是一個主語了，有些花會變顏色，這個事情呢可以成為什麼？成為找到地下礦藏。找到地下礦藏是一個動詞它不是一個名詞呀，所以這個句子就是不對的。那成為什麼？成為方法這能成為方法，成為什麼方法呢？找到地下礦藏的方法。那同學們也會發現，主語是這，動詞是成為，那賓語應該是方法，而不是找到地下礦藏。這個地方同學們能明白嗎？這就是這個是錯的，那這個是對的所以說剛才我們第1個問題和第2個問題講的是主語有問題因為它們是2個或者是3個小句子，後面這個小句子的主語不夠清楚，那這是主語的問題。那在這裡我們的賓語也有問題，問題是什麼呢？就是這個賓語它不是一個名詞或者名詞的詞組所以在這裡這2個句子它的問題是一樣的，就是變成什麼，這個什麼不是一個名詞，成為什麼，成為的後邊也不是一個名詞，那這個句子就是錯的那正確答案應該是成為方法，變成什麼什麼部分，這才是正確的。那同學們在這裡能不能把它給記住能不能理解它錯在哪裡呢？我相信你們已經是6級的學生了，這個部分應該是可以明白了。而且你也會發現，如果我能夠找到主語，找到動詞，找到賓語，確實對我們是有幫助的。那現在我們繼續看，在這裡有一個句子，生活是一所大學。生活是什麼？是大學，沒有問題。我們可以從中學到很多書本上難以學到東西。那在這裡的話呢，我們第2個句子我們要去分析一下，什麼是主語我們，什麼是動詞呢？是我們可以學到，我們學到什麼呢？我們學到很多書本上難以學到東西，後邊呢應該是一個名詞，但是很多難以學到東西，難以學到東西有點像一個句子了，因為這是動詞，這是名詞，學到東西是動詞和名詞，它不是一個名詞，所以這個部分就有問題了同學們讀一讀，是不是有問題呢？我們可以從中學到很多書本上難以學到東西。這個句子是錯誤的，那怎麼才能讓它變成對的句子呢？錯在哪裡呢？同學們，你們知道嗎？它其實跟我們剛才的句子是有一樣的問題的是有一樣的問題的。那
正確答案呢，應該是我們學到東西，什麼樣的東西呢？從書本上很難學到的東西，這裡少了一個的。那如果沒有的話呢，這個就是小句子。那如果有了的，這就是一個名詞的詞組。同學們呀，學習這個的時候，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HSK 1級的時候，我們開始學習這個的，我們覺得這個的特別簡單，比如說我的媽媽啊，比如說漂亮的女人啊，非常簡單，聰明的學生啊，非常簡单的的。但是呢，慢慢的你會發現漢語裡的的真的有點難。比如說我們有一種的是明天的會議啊，明天的天氣啊，這個的還算是比較簡單，有點像 of 的意思。那在這裡漢語裡的的它有一點點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同學都會英語，有一點點像英語裡的 that 啊 that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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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比如說呢，昨天老師去了超市，買了一個冰淇淋。比如說買了一個冰淇淋，老師吃這個冰淇淋，覺得這個冰淇淋非常好吃。那這個句子，如果老師用3個句子說的話，它非常簡單，对不對？昨天我去超市買了一個冰淇淋，我嘗了一下，這個冰淇淋非常好吃。那這個句子就是非常簡單的，用3個句子。但是有的時候老師覺得3個句子太長了，我想用1個句子去說它。那這個句子應該怎麼說呢？我要說，昨天我在超市買的冰淇淋非常好吃。我買的冰淇淋非常好吃那這個時候呢，我買了冰淇淋，買是動詞，冰淇淋是名詞，是這個賓語。但是我買的冰淇淋，這個時候呢，冰淇淋就是主語，非常好吃是後面的部分。冰淇淋非常好吃，哪個冰淇淋？什麼冰淇淋？我昨天在超市買的冰淇淋。所以呢，在這裡同學們一定要小心那學到什麼呢？學到東西。學到什麼東西呀？學到書上難以學到的東西。什麼樣的東西書上難以學到的東西。那這個在漢語裡邊，這樣的句子在高級的漢語裡邊是非常非常常見的。但是呢，因為同學們你們的母語和漢語的順序是不一樣的，所以你們在讀這個句子的時候往往會出現問題。你不知道我們的漢語裡邊有一個的，它的意思有一點點像 that， 然後呢，那英語裡邊 that 後邊的東西，漢語裡邊要放在的前邊。那如果同學們能夠明白和了解這個語法的話，我相信這一類的問題對你來說都不會特別難了。好，這個呢是我們的這一個問題，稍微有一點點難，對不對？好，那我們現在你把它記下來，記下來之後你再認真的去讀一讀。然後我們現在繼續看下一個題目。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紅酒中富含抗氧化物質，這個句子沒有問題，可以降低心血管病患者的幾率。那動詞是降低，降低什麼呢？降低幾率，降低什麼幾率呢？我們要看一看幾率的前邊，心血管病患者的幾率。這個心血管病患者呀，患者是一个人，患者指的是得了病的人，得了病的人。
降低病人的幾率。几率是可能性的意思呀，在这裡人的可能性这个句子是不对的，所以呢，同學們再去想一想，這個句子要怎麼改呢？首先，這個句子是錯誤的，它是錯誤的，降低什麼什麼的幾率，降低什麼的可能性的意思。那，不可能是人啊。那如果是人的話，可以降低人的數量啊，但是也不對，應該說減少人的數量，這個是對的啊。同學們一定要想清楚，降低可能性，降低什麼的可能性呢？降低得病的可能性啊，降低得病的幾率，這個才是正確的。同學們認真的去想一想啊。那我們現在看一看正確答案是什麼呢？可以降低幾率啊，降低什麼幾率呢？降低患病的幾率，就是得病的幾率。那降低心血管病患者的患病幾率，這個才是對的。或者是說，可以降低患心血管病的幾率啊，降低幾率沒有問題，但是什麼幾率呀？這個你就要去認真的想一想，不是人的幾率，是得病的幾率，患病的幾率，這個才是正確的。所以同學們可以比一比上邊這個和下邊這兩個。你現在呢要認真的去想一想，因為主要的問題就是你要考慮一下這個幾率這個詞，它的意思是可能性。所以你不可以說人的可能性，必須要說做什麼的幾率啊，成功的幾率，失敗的幾率啊，做什麼的幾率，得病的幾率。好，那這個是我們要注意的啊，這個也是 object 的問題，賓語的問題，這個賓語是錯誤的。好，那現在呢，我們要繼續看下一個題目。好，那下一個題目我們一起來讀一下。再長的路，一步一步也能走完；再短的路，不邁開雙腳也無法終點。首先我們來看第一個句子，再長的路，一步一步也能走完。這個句子是沒有問題的，走完啊。走完，這個是動詞和 result 和結果沒有問題。那再短的路，不邁開雙腳也無法。無法的意思就是沒有辦法，就是不能的意思。不能的後邊加動詞，不能做什麼呀？啊，能走完，不能怎麼樣？不能動詞，對不對？那我們來看一下終點這個詞，它是動詞嗎？同學們知道嗎？終點這個詞是不是動詞啊？不是，對不對？終點這個詞是一個名詞，意思是最後的那個地方啊。比如說，我參加一個跑步比賽，那跑步比賽從 A 這個地方開始，它就是起點，到 B 這個地方結束，那 B 就是終點，就是結束的地方。所以沒有辦法結束的地方，這個句子是不對的，因為沒有辦法的後邊應該是一個動詞，這個句子裡邊居然沒有動詞，那它肯定是不對的啊。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應該說無法到達終點，沒有辦法到終點，因為終點是名詞啊，所以這個句子也是錯誤的，這個句子才是正確的。那我們發現呢，這個句子裡邊 subject 沒有問題， object 也沒有問題。我們發現，哎，沒有動詞，竟然沒有動詞，那這個就是我們需要去改正的地方了。它一定要有一個動詞。好，那現在呢，我們繼續看一看。
好，2月2龍抬頭，這是一個俗語，它是中國中國民間廣為流傳的一句諺語。我們看到了是，這個是什麼呢？是諺語。好，沒有問題。表示這個2月2龍抬頭表示什麼呢？表示春天來臨，沒有問題。開始什麼呢？開始萬物復甦。那這個句子有沒有問題呢？同學們想一想，這個句子有沒有問題？這個2月2龍抬頭是諺語，這個2月2龍抬頭呢，表示春天來臨，開始萬物復甦。開始做什麼呀？這個句子是對的，那誰開始啊？是2月2龍抬頭開始嗎？還是春天開始啊？都不對，对不對？因為開始什麼呢？開始復甦。什麼開始復甦呢？萬物開始復甦。2月2龍抬頭這個諺語，它表示春天來了，它表示所有的東西開始復甦了，表示萬物開始復甦。什麼開始復甦？所以這個其實是主語的問題，它的主語和動詞是換過來了啊。我們不可以說開始萬物復甦，我們要說萬物開始復甦啊。比如說我們開始上課啊，跟這個是一樣的，要說所有的東西都開始復甦。所以這個句子呢，我們要它是錯誤的，我們要改的話呢，要改成這樣的。那同學們，你們有沒有在這個句子裡邊學到一些東西呢？你有沒有發現找到主語、找到動詞、找到賓語，確實可以幫助你去分析一下這個句子到底有沒有錯呢？那這樣的錯誤其實還是比較常見的啊。那這個也是就是我們的第一種分析句子的一種思路，就是我們在看到一個句子的時候，我們先去找它的主語、它的動詞和它的賓語，先去找到最主要的部分，然後我們看一看這3個放在一起有沒有問題這3個放在一起有沒有問題？那在這個句子裡面，特別是需要注意的，如果一個句子裡邊有2個句子或者3個小句子的话，你一定要找到主語跟後邊的动詞跟後邊的賓語到底是不是應該在一起，意思上對不對，邏輯上對不對。這個就是我們在做這個題目的時候的第一個方法看到這個句子的時候，先去找最重要的最主要的主谓賓。好，那我们今天的課程呢，先學到這裡，然後我們會繼續學習別的結構。那在做題的過程中，如果你有一些問題，你可以加一下微信來問我們的老師。你可以在 cnhsk.org 的這個網站上呢，去多做一些練習題、模擬題。那做的題多了之後，你的感覺自然就來了。那做題的過程中，你也可以像我們剛才說過的那樣，用這樣的方式去分析哪一個是主語，哪一個是動詞，哪一個是賓語。那如果你分析不出來了，歡迎你加我們的微信問我們的老師。好的，那我們先休息一下，我們下節課繼續學習。